咔，辛苦了，辛苦了，怡姐，辛苦了。OK， 可以了，结束了。谢谢，辛苦了，张小姐。谢谢啊，小心。身体调一下啊。任编导，汪姐来了。开班来了，王姐，来，大家辛苦了啊！买咖啡了啊，辛苦了，去喝咖啡。好，谢谢王姐。汪姐，你们怎么来了？叔叔都跟我说了，你就这么信任他呀？信不信不重要。汪姐，先过来看看我们刚才拍的片子吧。这边还有。一起看。都仔细检查一下。这边轨道看一下。好。边边的，好不容易啊！你看这礼服上全是汗。王姐，你看。汪姐，你们来之前这个片段拍过很多遍了，他一句抱怨都没有过。不管我提出怎样苛刻的要求，他都会照办。他这个人怎么样，我不评价，但对于他的敬业，我丝毫不怀疑。欣赏一幅美丽的画，未必要了解模特本人，是不是？拍的还不错吧？总编导，得加油喽！小鱼，他又怎么了？他不一直这样吗？咱们接着看。还要多久1个小时。不要那种舞台化的妆，要生活的，越自然越好。缩短到半个小时吧。啊？那要1个半小时呢？为什么？这越清淡自然的妆容是越需要时间跟技巧的。你想让人家脸看起来哇，跟素颜一样，哪那么容易呀？这学生到底从哪帮你挖来的？我一点程序都不了解。这不仅不了解，还缺乏兴趣，是个很奇怪的人。于在早，你过来。赶紧吧。不过他也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所以这次就拜托你，就请相信他吧。啊，我尽快啊。下班了，我先走了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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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诺，不管多忙，记得吃饭，别太辛苦。我马上要飞广州，女儿生病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工作能有女儿重要吗？你到底几点能到家？肺炎已入院，快点过来。
好看吗？好看。乖。怎么样了？玲玲，别放弃你的梦想，妈妈永远做你的后盾。时钟转啊转，把你带到我这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等等结的题，辗转轮回相遇。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等等结的题，辗转轮回相遇。就这版吧。您要不要再看一下我那版？我做了一些。夏英，常总，那就这么定了。好，就这样。我送你。看了你的广告，我只记住了一个励志的故事，没能记住赫布林。
拍摄的角度其实还算可圈可点，但陪伴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概念不算新颖。既然一只表可以陪你，那一栋房子、一辆车、一只猫，甚至一双好穿的鞋，都可以陪你一辈子啊。赫布林品牌的特殊价值在哪儿呢？你的创意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是打感情牌。从前为了家庭必须要牺牲事业跟梦想的女性，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了光辉璀璨的人生。不管要克服多少困难，都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这才是流逝的时光赋予新时代女性的精神，也是 Herbelin 设计这款腕表的初衷。好啦，下回再战哦。林领导来了，怎么样了？还算顺利。大家早啊，都到了。木导，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哎，谢瑶呢？没来，他怎么没来啊？不知道。我也刚到。谢瑶去哪了？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啊？哎，换摄影师我怎么不知道？没听说呀，这风格不对呀！昨天不都说好了复古系列这？临时换摄影师我怎么不知道啊？没有任何人通知我。给我来拍，简直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木导，稍等一下。小车，到车上帮我把别的镜头拿过来。好，你快点，赶紧的。好了好了。稍微来一点点微笑啊。无故旷工，你自己说第几次了？这是，你能不能打个电话？你也是个老员工了，你能不能给这些年轻人做个榜样？导演，我已经道过歉了，而且我可以承诺，所有的损失我都可以从我工资里扣。从你工资里扣？就你那个工资，这一次够吗？就你这个态度，如果我是顾世庸，我早就把你给开了。上班呢，干活去。谢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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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导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说的吗？不是所有人都非得拼了命的工作，我有我自己的私生活，不需要跟所有人都报备。你是真的要离开公司吗？无所谓。哎，谢瑶，你冷静一点好不好？谢瑶。我知道了。就这样。广告拍摄也是重要的工作，谢瑶再用这种敷衍的态度对待，恐怕我没有办法再同他继续合作了。你不是一直很欣赏谢瑶吗？他全凭心情工作，发挥极不稳定，偶尔认真起来确实能拍出一流的水准，但有时候拍出来的东西他又烂到让我不敢相信这是专业摄影师的作品。公司不是高端摄影杂志，无法取舍使用，你明白吗？我明白了，以后把谢瑶分到一再走那组，不会妨碍你工作了。AB 两组只是分工有侧重，终究还是一个团队啊。一再早他擅长的是编导，你偏要他去管理团队，这样只是浪费他的时间和才能。你更何况真需要一流摄影师，我可以介绍相识的朋友给你，为什么非要在谢瑶身上浪费时间？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赛英，我会找机会和谢瑶好好谈一谈的。
还是多吃的吧。那个财务那天跟我说没报表，你好，又点点什么？让我在周3之前。江南美式，江南美式。好的。这里再给我一份甜品。您这边扫码。如果顾总要把谢瑶调去你那组，一定要拒绝。我不要他。难得我们能达成一致啊！请你们不要这样。袁编导，能不能请你原谅谢瑶？谢瑶其实助养了2个孩子，那天是一个突发意外，有一个孩子被送去紧急就医了，所以谢瑶才没有到。没有广告商投广告，怎么给他开高薪？他拿什么去助养？团队那么多人，谁没有家庭琐事？谁没有难言之隐？但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他得有吧？再说他是第1回，我对他还不够宽容。再这样下去，谁也帮不了他的殊荣。请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谢瑶2岁的时候，第1次被领养；4岁，她的养父母因为有了亲生儿子而遭到弃养。她这一路都很努力、很辛苦的长大、念书。她6年前就已经拿到那个国外很有影响力的摄影大奖了，是前途无量的新锐摄影师。5年前她回国还捐赠了奖金，一头就扎进了社会新闻摄影了。4年前，她因为报道一宗女性拐卖案而名声大噪。却还是被人质疑他新闻造假。还有他拼命救出来的那个女孩，因为没有办法走出过去的阴霾，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那个事件的记者。他一直觉得自己从小运气就很差，所以他很努力地改变自己，改变别人的命运。可事实证明，他谁也改变不了。可真是个倒霉蛋啊！可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人生来就不太走运的，是不是？我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们，谢瑶不仅是一个很优秀的摄影师，他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我求求你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就1次，好不好？你看，中年失业的打工人呐，恐怕还在烦恼怎么跟家人交代呢。好的，好的，王总，我记一下。您下午3点跟梁总有个会是吧？哦，稍等，我给您看一下。那还有一个，就像海里的泡泡，眨眼间就没了。同他们相比，谢瑶又特殊在哪儿呢？小鱼，你难道就没有过遇到挫折很难过，或是偶尔想要放弃的时候吗？没有哦。我一直都想跟你合作，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来这边。你们先忙，咱们以后有机会再给。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那位是我们之前邀请的著名摄影师，看到了吗？不能懈怠的理由。你再走，跟我上来一趟。看来你的麻烦很快就要解决喽。对不起啊，淑荣。小鱼，小鱼，我求求你，你帮帮谢瑶，她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我向你保证，她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我会用我所有的方法让它重新振作起来的。我求求你了，小鱼，小鱼。那我帮助他算是做好事吗？是做好事。你看，显而易见，女观众更喜欢陶唐，我们需要她回来。那就留下谢瑶。等等，我们说的是同一个话题吗？上次不是你跟袁佳莹说把她调到我的组吗？所有一切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顺畅的沟通。他没接你电话。他必须承认错误。那他就是没接你电话。我们能不能回到正题啊？那除非你答应暂时留下谢瑶，我就帮你把陶唐劝回来。你有办法？成交。很好，但是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沙画起源于匈牙利，不算中国的传统非遗工艺。弗兰克·卡口是把沙画变成了现代沙画表演艺术，但是传统的沙画起源于中国，咱们宋朝时就有沙书改画的典故，你们不知道吗？我有朋友呢，在拍古装戏，可能能用得上。用到绒花的古装剧不多，而且由于人工技艺，耗时久，工费高，剧组偏向于更廉价的珠花。非常不好意思，我们就爱莫能助了。非常不好意思，您这个作品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让您费心了。不好意思，没帮上忙。我送送您吧。再见。再见。没有啦，那我走了。坐下。木导，今天一共见了18个人，浪费了4个小时，还要继续浪费时间吗？木导，我们就不能帮帮他们吗？传承人身上得有故事，能在观众中获得普遍认同。换句话说呢，经过我们的宣传推广，它得有生存价值。还有一种可能性，像苏绣，原本知名度就很高，得让出机会给其他的非遗。木导，或许他说的都对，但我还是想帮帮他们。佳颖，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他们呢，想要的是传统的坚守，我也理解。但是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必须符合当下的欣赏潮流和价值取向。只有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他们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否则的话，佳颖，有些事情尽力就够了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小鱼，你看，刚才苏绣师送给我的，哇，你看好美啊，这绣工，你看这绣的多精致啊！哇，怎么啦？没精打采的，好无聊啊！无聊？这不无聊啊！我出去一趟啊？你去哪儿啊？啊？你们好，你看，看摄影组。事儿，拜。小鱼，哎，蓉，你先看看，你看这摄影组，你看这画面。小鱼今天情绪好像不太对啊。一般人呢，也都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但至于鱼在早嘛，小鱼怎么了？他的心是钢铁炼成的，什么都不会怕。你看，先看这个，啊，是钢铁也会融化的嘛？这世界上哪有人心是无坚不摧的呢？
那你也得先看看我这水作品吧。我不看啊！我今天跑了一整天，水都没顾上喝。你看这个。昆曲，剧装戏剧的制造技艺怎么样？哎，其实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宣传一下这个戏装，顺便带着苏绣。我们没做过苏绣吧？我倒是认识一位非常有名的苏绣师，要不然开完会如果有时间，我去拜访他一下，看他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不介意我一起去吧？阿旭，于再早怎么还没有来？他请假。韩先生你好，我也是传承节目组的编导。你好。是这样，我听姚老师说他收集的很多资料都在您这边，我也想看看，您不介意吧？没关系，姚老师给我打过电话了，我们走吧。你们怎么来了？穆导说庄依依那边又出新招了，姚老师嘴巴太紧套不出来，可以从韩勋下手。我的意思是你们来干嘛？怎么，我不能来啊？怎么了？没事儿。好搭档，我们是。再给我上来吧。发现，回来了。哎，谢瑶。哎，这是清代光绪年间玫瑰紫色缎平金绣凤细牡丹网纹女靠。你看这些绣花，还有做工，这些啊。都是老师带领团队为各大剧团还有影视公司设计的服装，每一处细节都记录得非常清楚，留给后代做一个参考。现在的戏剧正在发展，有很多新编历史剧，我们在设计服装的时候也考虑到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审美，还有各种各样舞台的需求。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这些剧装戏剧全靠手工，它效率低下，市场又狭小。您觉得以后还会有多少人愿意来学戏呢？你们都爱这么问。但这么好的工艺失传了该怎么办？人们总是会说，你们生产的这么慢，如何适应机械化的时代？还有人会问我，放着好好的设计师不去做，跑来做行头，现在还有多少人喜欢听戏呀？但是我想，中国有这么多人。只要有一个人喜欢传统的东西，肯认真去学，那么这个传承就不会断。老师还说，一件戏衣有数十道的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要慢慢的去做，急不得。所以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都那么急呢？韩先生，谢谢啊！今天我们的拍摄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告辞了。哦，我还有其他资料，我拿给你看一下。你给我站住！我叫你站住！隔壁住的是小孩吧？隔壁。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你们是谁啊？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刚刚在隔壁听到一些动静，你是不是需要帮助啊？我们可以帮你报警。谁呀？夫妻吵架不是很常见吗？别动我先生了，快走吧。我们真的可以帮你的，你开门好不好？佳莹，人家都说了，别管了。他可能真的需要帮助啊。请带回去看。谢谢。这样的事每天都会发生吗？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有的事根本不是咱们能插得了手的。你以为你想救人家，但其实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还害得人家更惨。人家已经表明态度了，只需要让咱们视而不见，照做吧。再见。你是说韩勋故意把你们引过去的？故意拖延拍摄时间，不就是想让我们知道吗？有这种可能？所以你要帮助他们吗？才不要嘞！你不是一向乐于助人吗？我不喜欢被人利用。再说了，没有求生意志的人，谁能帮得了他呀？我能帮他一次，难道还能帮他一辈子吗？哎，你的帮助还要选择对象啊！我不喜欢粗暴的人，也不喜欢软弱的人。过来吃饭了。来啦！好辣！很辣吗？好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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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再早怎么这么晚还没有走？你耳朵聋啊？啊！我叫你站住，你没听见是吧？放他们出去！放他们出去！这是打死你们！佳莹，荣哥，那么晚为什么不回家？我刚好来看看今天拍的素材，准备要走呢。你紧张什么？没有啊。你方便送我一下吗？当然方便了。走吧。走吧。
副总，恕我直言啊，就这些镜头吧，在以往的纪录片和综艺里，全都能看到。我觉得我们没有拍出亮点啊。是这样，庄依依呢最近刚接了部电影，正是她流量最高的时候。她的剧装首秀，我相信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话题度有，热度有。网综我们也不能轻视。但就是这么一期的节目，热度比较高而已，应该不会影响大局吧？对不起，打扰各位。于再早，你给我出来，我要跟你谈谈。他俩是怎么了？哎，小谢，你平时跟他们走得近，他们怎么了？你一定是知道有什么，所以你不说。没事儿，没大事儿。你为什么删我素材？你是说那段声音，还是你从韩勋行车记录仪里拿到的视频？你看到了？那你预备怎么做呢？放到节目花絮里，引导观众去发现？我只是想帮一个无助的女人。那你说韩勋为什么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呢？过去的3年里，韩勋报警了6次，可是每一次苏华都选择隐瞒真相，袒护自己的丈夫。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帮他？那栏目也是需要有爆点的社会话题啊。从前没有改良酱子的时候，没变的酱子致癌率很高，所以很多装裱师傅都得了癌症。赵师傅在镜头背后也一直在服用抗癌的药物，职业隐患确实是一个可以引发社会共鸣的话题。你说我为什么不拍？我们的主题是宣传非遗和文化，整体的基调应该是快乐而又轻松的。佳莹，离婚诉讼去法院，社会争议性话题找家庭伦理节目。我认为你是专业的，在这一点应该有共识啊。在成为一个节目的编导前，我首先是个人，更是一名女性。我们明明可以在不影响节目的基础上帮她一把的。给我。什么？我替老板背了黑锅，是不是应该给我应有的信任呢？张亚勋，你耳朵聋啊？啊！我叫你站住，你没听见是吧？你给我回来！嘿，你忍你了啊？啊！你想干什么？啊！我回去！放开我！放开我！在成为一个节目的编导前，我首先是个人，更是一名女性。张小姐，您的戏服已经改好了，在我们这行呢，有句行话叫做“宁穿破，不穿错”。戏服得符合人物和剧情，不是越华丽越好的。你好，我这么说，你好，我来找韩先生，在那边，谢谢。我来向你说声谢谢，也要向你说声对不起。张小姐。您说的没错，但是衣服穿在我身上，就算是穿错了，也会变得很时尚的。这样吧，回头我把戏服试一下，再跟您讨论。但是我个人认为，洗手间在哪里啊？出门右转。这样，那我去安排一下，改好了通知您。谢谢。我们无法直接帮助苏华女士，可是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带她报警，或是向她寻求妇联、社会媒体的帮助。你根本不知道她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每次华姐想摆脱他，都会遭到报复。
他不想连累自己的父母，才不敢向别人求助呢。对不起。我不管，你们是拍文化，还是拍新闻，只要你们手里握着摄影机，掌握着话语权，你们就应该替看不见的人看见，替说不了话的人发声。如果连你们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还有谁能帮助他呢？真的很抱歉。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明天我再。一边倒，先走了啊。走啦，拜拜。拜拜，一边倒。拜拜。陶教授好。陶教授。哎。先打车了吗？你要的书。谢谢。你吃饭了吗？等等，再等等。等什么？来啦！你利用庄一？怎么能叫利用呢？你可别忘了，她是个女明星，女明星是需要热度的，没有热度也要炒热度。该是她回馈社会的时候啦。赶紧集合大家！打电话，要不然来不及了。佳颖这边。出什么事了？怎么那么急啊？我也不知道，小鱼叫我来的。哎，不好意思，堵车来晚了。哎，但是咱们来这干嘛？哎，小心！来，这什么意思啊？各位，大家今天要辛苦一些了。陶教授，陶教授，上来吧，小鱼。走吧。哎，走吧。慢点啊！好，来，小心，别碰着了。好，小心点，小心点。鱼再早，你就不能提前把计划告诉我们？你看我们都忙成什么样子了？不好意思啊，都是因为我。不怪您。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收拾东西。您不是说您老公就是那个不是男人的东西？您不是他1个小时之内就要回来了吗？咱在他来之前赶紧把东西收拾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总之，真的很谢谢你们。没事儿。哎，蓉蓉，我来，放我这儿。小心重啊！没事。小心啊！小鱼，你快来帮忙。这些叫什么呀？北京健人。哦，真好看。淘，你看像不像手办？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我自己做的，不值什么钱。不要妄自菲薄，要做卷人，你懂雕塑彩绘，还得会做服装头饰。它和剧照戏剧一样，是包含了多种传统手工艺的综合性艺术。可惜知道人都不多，很多从业人员都当业余爱好。为什么呀？因为在中国，大家没有意识到，从事这些门类的不是匠人，而是艺术家。他们一直笑话我，都多大人了，还喜欢玩娃娃，也不知道惭愧。可我就是喜欢呀。
妈妈做的娃娃最好看，妈妈是看姐家最厉害的人。说的对，喜欢娃娃怎么了？关他们屁！关他们啥事儿？还不快帮忙？庄一带来的舆论的压力，让他很长时间不会骚扰你。你的父母在新住所等候，律师也会很快联系你，他会带你去验伤，并且商议离婚后的事宜。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谢谢你们，抓紧时间，快走吧。走吧。赠给你。再见。再见。再见。希望他今后一切能顺利。当然，咱们今天是帮了他们了，谁知道以后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呢？那生活再辛苦，只要母女二人在一起，能比现在差到哪儿去啊？他说送我啦，可不可爱？好可爱哦！谢谢你啊，没想到有一天庄一也能派上大用场。他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一无所知呢？你在利用他，他也在利用你们。庄一现在的微博啊，热度非常高。依依姐，外面一下子来了好多记者，都等着采访你呢。让他们等着吧，跟他们说今天我不接受任何采访。嗯，好。姚老师，我觉得这一身还不够华丽，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艳丽的颜色啊、图案，点缀一下，是吧？听说他在争取联合国妇女署国别亲善大使呢。明知被利用，他也会照收不误。这期节目未播出，热度已经很高了，大家准备怎么应对？最麻烦的不是这个吗？汪姐。于站长，你搞什么鬼呢？白白给那个庄依依送热度，你为什么什么事不跟我事先商量一下呢？马上跟我回来。怎么样？行了，干点正事吧，去横店影视城。汪姐，你千万别生气，听我解释。于编导，第一场准备好了。好，没问题，放那儿吧。汪姐，我们找庄依依是有慎重考虑过的。什么慎重考虑啊？汪姐，这件事如果由汪姐出面的话，对方一定会联想到是我们的节目，毕竟是我们安排苏华离开的。一旦被对方缠上，
对我们的节目拍摄影响事小，伤害到苏华和她的家人可怎么办？我们都有彼此的工作，没有人可以24小时的保护他们，所以为长久考虑，引爆这件事的人最好同我们毫无关联。再往左一点，可以吗？我们是一个拍摄团队，我希望以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要坐下来一起商量，妥善的把问题解决，好吗？把这个挪过去啊，别穿帮了。这次是我欠考虑了，我下次会改的，王姐。对准侧面。好，我去跟王姐说。都固定好了，没事了。王姐，哎，木导近期呢有一个重要的进修，所以说他不在的期间拍摄由我来完成，您多指教。往这注意一下啊，线都要收好了。哎，这个位置可以吗？可以。怎么了？这边桌子上的东西王姐都摆齐了。您看咱演的是50岁的慈禧，所以说咱这个妆容上是不是您看咱再长20岁？啊，其实我一直在看这个慈禧的史料，还有她各个阶段的照片。她一生奢侈享乐，保养得宜，我觉得她应该也不是那种寻常五旬妇人的状态。来，盘子补上。哎，要不这样吧，等会儿我们用一个颜色暗一点的口红来压一下，好不好？啊，对，那肯定是您比我更了解女人啊！您这又看史料了，那没有任何问题啊。深宫大院肯定保养得好，这是正常的。那就这样啊，我先去忙。好，辛苦。得。来，轨道走一下，轨道走一下啊。于哥，哎，小心。哎，没事。对不起啊，于在早本意是帮助苏华，无意连累了你。后面流程都要不是为了帮人，我才不会替他挨骂。摄像老师，等我镜头推慢一点，好吧？哎，好，没问题。小鱼，小鱼，那个箱子给我。快搭把手。这个每个桌子上都要有啊，检查一下。这个盘子放不对。于编导，王姐叫你，王姐叫你呢。行，把这边说啊，然后把这个镜头推上去。哎，这景别就要紧。汪姐，有事吗？我们这段不是要拍慈禧听京剧，形成南北戏曲和戏装的对照吗？以往的影视剧作品里啊，慈禧的形象都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妖妇，但实际上她生活当中呢，也是一个爱玉器、爱京剧、爱美的女人。我希望我们可以展现她稍微人性化的一面，不要那么刻板，好吗？好的，没问题。来，这边上的东西都要给特写啊，这个架子，然后就是这边固定好啊，这边都 OK 了。我这边 OK 了。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听话了？我都不敢认了。哦，对了，曹教授，今天于在早要拍的这场戏，可能和年代场景都有些出入，会有问题吗？如果你们严格按清宫剧来拍的话，只能拍神话剧和大型历史剧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是你们的创作原则吗？这两个花瓶我开了。一切为了观众。哎，好嘞。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会儿我将在这里为大家现场播报本届非遗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中国非遗文化展的现场，除了绢人、苏绣、戏装等优秀展品，为了让观众感受到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主办方还特意邀请了苏州刺绣、闽南七线雕等方面的非遗大师为观众们现场表演。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展厅中央的这座北京绢人，几乎是真人大小，栩栩如生。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型绢人，大师的技艺真是惊人呐！相信本次大会也会取得圆满成功。舞蹈不错啊，找到不错，厉害，后生可畏。谢谢木导。挺好。沙画，一种以沙子作画的古老艺术形式。中国的宋代已有沙书改字、沙书改画的相关记载。经过近代海外艺术家的改良，成为大众熟知的表演艺术。这个扇子里真是太好看了，如果是放在家里面或者送给我妈，我觉得她一定会很喜欢的。
你看，淘淘，你看，多好看呀！你看这个好精致。苏绣起源于苏州，与湖南湘绣、广东越绣、四川蜀绣并称中国4大名绣。苏绣精细雅洁，巧夺天工。2006年5月列入第1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你看，苏华的手办大受欢迎，可惜他不能来现场。那是北京卷人，都一样。我们的北京卷起源于宋代，怎么会一样呢？不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苏华虽然无法参加展览，不过大家听了他的故事都非常喜欢他亲手做的卷人，而且还向他下了订单。待生意稳定后，他便真正可以自立。都是我的功劳。对，都是你的功劳。这个叫北京卷人。为什么叫北京卷人啊？因为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用上等丝绸纱绢制作的，所以叫卷人。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北京卷人啊？早在唐代啊，在福建北部就有人用纸扎上各种的飞禽走兽。后来这个工艺逐渐发展，到了宋代的时候，就有减龄为人的形式了。后来啊，就有了卷人。哦，这么回事。这样啊。我还以为没有人会喜欢这些老古董呢。不是不喜欢，是完全不知道。漆线雕，以福建泉州为发源地，迄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匠人要以细如发丝的漆线，经特殊的制作工艺，缠绕出各种金碧辉煌的图案，成品精细雅致，独一无二。太细致了，太了不起了。都是一再早的构想。他的构想需要陶唐出面请到这么多非遗大师，也需要你多方协调，更需要整个摄制组和剧装厂的努力。大家不要往前挤啊！往后退一下，不要再挤了，不要再挤了，注意安全。对，大家下楼，下楼啊！不要往前挤。不要再挤了，往后退。大家好，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安全。大家请注意安全，都往后退啊！抢头条的来了，靠后。庄小姐，今天是你第1次西装亮相，我们是在为离岛梨园大电影做准备吗？是啊，庄小姐，透露一下吧。咦，上一次杀青已经1年了，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开机啊？我们都急死了。好，亲爱的记者朋友们，哎，问题可以啊，麻烦大家不要再拍照了，我们还是在保密期，理解啊。没关系，大家可以继续拍的，但是请大家帮忙多多宣传我们的新节目《非遗物语》，好不好？好。别，朋友们，快点！王诗龄，那是汪姐吧？
集众多非遗艺术于一身，一个行走的中国传统非遗招牌。请大家看这里，看这里，有需要体验的，请到这里来。欢迎大家！小心啊！太坏了，怎么鬼花样这么多呢？要不然咱们先去休息室。哎，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别生气。我去那边看看倦人。我也什么时候能拍啊？什么时候到？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好吗？一个一个来，大家都会画到的。好，他画的是什么妆啊？杜丽娘。我也想要这个，我也想要这个，可以的，可以的，大家都可以画的。那我们可以拍个照。可以啊，可以啊，你们的合照可以啊。好。这是他们最新一期以琉璃为主题的节目数据和网络评价。我听说方泉从国外请来了王牌制作团队，重新调整了方向。以前呢，我们是绝对有优势的，可目前来看不太乐观。嗨，新鲜感呗。各位，你们看过最新这2期的《非遗物语》吗？不是吧？只知道他们调整了方向，不知道他们拍了什么。说重点，他们不只是单单的调整了方向，他们拍的简直是180度大转弯。比如这一期啊，古法琉璃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可谓是火里来，水里去，要几10道工序才能完成。他们专门到了山东淄博的博山区，在当地找了一个工艺美术大师，认真的拍出了一期作品。确实下功夫了哈。一般来说，琉璃制作流程可分为造型设计、制硅胶模、灌制蜡模、细修蜡模、制石膏模、进炉烧制、拆石膏模、研磨、抛光几个部分。还有更意外的是这张照片啊，是庄依依放在慈善拍卖网站上的一尊琉璃，而且从设计到制作都是他本人完成的。还有根雕那期啊，最有意思，他们找了3个明星，事前也没有跟他们说要到山里去探寻根雕大师，于是大家就毫无准备的去了。结果呢，好好的探访变成了山村大冒险，一个个啊光鲜亮丽的明星变得这是灰头土脸，就是狼狈不堪的。其实我作为观众本人呢，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换风格了。他们的编导是谁？这个团队每期都会换不同的编导，设置迥异的游戏环节和各种看点，风格由总 PD 来把控。今天让大家看数据，不是为了打击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更努力地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和节目，仅此而已。散会吧。有理，你看我说还不行吗？老师，老师，你看，这块是不是好的？你们拉出来了，这个好，这个好。来。
看出什么吗？它看起来是纯素颜，但其实花了挺多心机的。那你说看出来什么了？我看出来了，庄一以常驻嘉宾的身份彻底取代了主持人万思华，引导呢每期的嘉宾做。啊，汪姐要离开节目，为什么呀？她对节目贡献那么大。前期她的离婚新闻跟高调复出可以为节目造势，但现在的节目需要更多的热度跟爆点。庄一的主持风格完全是生活化、接地气，她又擅长造梗，迎上热搜，在年轻的观众中还是挺有人气的。汪姐呢，正好相反，她的主持风格更正统一些，与娱乐化的综艺格格不入。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去找顾总。嗯，拜托拜托，一定要成功啊！节目创建初期，汪姐为我们建立人脉、打出品牌，现在说换就换，真要这么绝情吗？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他自己不要，我必须给投资方一个交代。可是汪希宁是团队重要的一员，就这样离开很打击士气。如果收视率下降，可以慢慢想办法。我们可以……你以为只是王希宁一个人的问题吗？必要的时候，导演、摄影师、编导对节目收视率没有用的，我都会开掉。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花了最高的工资，当然请最棒的团队。如果他们达不到我的要求，自然要拎包走人。是什么给了你我是慈安家的错觉啊？是，我承认收视率非常重要，但至少不该放弃我们做节目的初心。石荣哥，我们到底为什么聚在一起？你还记得吗？我的初心永远就只有一个，利益。往前的路从来只有一条，如果徘徊不前，自然会被时代淘汰。节目是这样，人也不例外。你出去吧。各位，开会之前呢，占用大家2分钟的时间。顾总，如果汪希宁走了，这个是我的辞职信。你想干什么？不干嘛？不成熟，天真是吗？我就看不得他们这么对你。王姐，我和平台和投资商已经商量过了，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有很多稳定的观众，凭借着我们良好的口碑，已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如果我们现在学习泛娱乐化，那会损失我们原有的观众，再加上一直支持我们的博物馆也会有意见，所以我决定不换团队，更不换主持人。王姐，我诚挚的挽留你，希望能留下来。真的？行了，别搞这些，坐下，坐下说。对不起。这封辞职信，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汪节目的情比金坚啊！什么？领了！不许起哄，工作第一，其他的第二。行，继续。穆导演脸红了。好了，那么我们进入正题吧。关于这一期的主题，阿勋，请看大屏幕。是哪个品牌的方向盘？你能不能别开玩笑啊？这是三星堆太阳轮，人家是青铜器，应该有3000多年历史。看起来是很像方向盘。
炉。哎，这个我知道。网红西周路由器。去，不是我开玩笑，广大网友说的。停笑。木岛，说说你的建议。啊，我觉得这个青铜器，国之重器啊，你选这个主题吧，我觉得太难了。对，我就选了一个他们不敢选，也不好做的主题。不是跟你一样吗？知难而上。我成功了。老板，办公室都能这样，办公室恋情这么明显了。严肃点，来，阿旭继续。来，我继续。平复一下情绪，平复一下。夫唱妇随啊，夫唱妇随。不成熟。好久不见啊，于小姐也在啊。涛涛，我给你介绍，这是 Mike。Mike，this is Mr. Tao, cultural relic expert from 传承。I've looked into your work, 传承。The production crew is fine, but I'm sorry, Yaya. 可惜什么？谢谢你的建议，10倍。You were right, Zhuang.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m sure their work won't last long. Where were we? I was saying in the show, you should just be yourself. Just don't be nervous, then you'll be fine. Trust me. Hey,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I mean, the other guests are the same. Bring the whole crew with them hiking. That's not how it should be. Yeah, I got it. 朱先生设计了新雷峰塔和杭州灵隐铜殿。你要是谈铜建筑的话，一定绕不开这个人。但如果你要是讲宣德炉修复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反倒更适合我们发挥情景剧场的优势。这毕竟是我们收视率最高的一个环节。确实还是娱乐性环节能确保收视率。看看能不能挖掘出好故事吧。小鱼呢？他怎么没来呀？他来了更方便我们讨论。嗨，小鱼。哎呀，终于出现了。于哥哥，你这干嘛呢？谢谢。我12岁的时候喝过一种饮料，能让我灵感迸发，但我忘了是哪种。你记性可真好。蓉蓉，你这是什么？苹果醋。你刚都喝那么多了，可酸啊！我脸红了吗？呀，这都红了。
你看，那，可别喝了，啊，这怎么还喝呀？没事了吧？跟你们说个秘密，来，什么都没有。你在找你苹果醋喝醉了吧？什么奇葩体质？哎，小鱼，小鱼，真喝醉了？喝了这么多，肯定中毒了。小鱼，小鱼，喂，孙导。鱼在找呢，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呀？找鱼在找啊？对呀，他人呢？我们在一块儿呢。哎呦，赶紧让他回来呀！喂，哟，汪姐啊，保证半个小时之内到。弄醒了把他。要不用这个？他又不是罪犯。你没事吧，小鱼？再见。哎，小鱼，我陪你去。汪姐，我们先走了。你慢一点，等等我。小鱼。问题人物。我觉得这个刚才拍的还是不错呢。这条真的？你怎么才来？咱都该拍下一个馆。走了。先过去了。我酷不酷炫？年纪轻轻的，耳朵还不好使呢。我在这儿呢，小朋友。对，这边，别跟随人说话。你才是罪人，我是给周天子守园的。不信，恁瞅瞅他的腿，恁瞅瞅。你就是一盘菜。头羊，你的羊角最大最美。咦，胡说八道！俺的羊角才最大最美。你们才胡说！俺的羊角最威严。哼哼，是俺的，俺的羊角，是俺的。撒谎，散就散，散，撒谎。嘘，别吵。是俺嘞！你在找？干什么呢？我在看这个。你没事吧？这个是四羊方尊。哦。商周时期以猪牛羊三牲作为祭祀，在清宗九祭中出现了以羊为造型的生尊。史学家们认为，四羊方尊先铸羊角与龙头，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铸造，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位列我国10大传世国宝的第3位。哦。这是鼎吗？
这是笠，与鼎同为吹器，造型也颇为相似。但是笠拥有中空的三足。据《周礼》记载，攻者10手内，越者10手右。你看，前门的这个拄拐人，应该是犯了罪才会受到越刑，所以被罚看守贵族园林。古代人把吹器做成这样，是不是为了警醒百姓，做普法教育？你可以这样理解。仔细看它的器型，上层可以放入烹煮的食物，下层放入炭火，冒出的烟气可以顺利地从左右两侧的窗户和后面的镂空处排出。像火锅。啥？传统认为，鼎烹煮肉食，笠则烹煮粮食作物。哦，电饭煲。这又是啥？哎，陶教授，这是香炉吗？那这口怎么是外扩的呀？这傻子到底从哪儿来的？连鬼都不认识。苍天大地，女娲娘娘，这是我5000年来听到最大的笑话了。这是簋，用于盛放黍稷。碗。周礼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如何使用鼎与簋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至于你刚才说的赤口圆腹，属于簋的显著特征。跟我来。哎，这大鸟挺有意思的，这小花纹。没想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制造工艺能那么厉害。不是春秋的了，我都3000岁了，知之无知。这是晋侯鸟尊，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宗庙礼器，凤鸟回眸造型，大鸟回望，小鸟依偎，全身布满纹饰，凤尾象鼻起支撑作用，造型奇特，巧夺天工。因为出土位置接近盗洞，发现时已破碎成了100余块残片，经过艰难的1年多的修复，才能展现在观众面前。你看是不是很特别？俺从河南来一趟可真不容易。哎，瞅瞅俺的大兄弟没有？看这个部分。陶教授，孙导有点问题想要请教您。走吧。行，你也过来一下。这贱人可每天都想着能再上战场来。咱们老了，老得生满了痛朽，老得动弹不了了，再也不能征战沙场，保家卫国了。吾以自干，自干为吾。咦，小伙还能说2句有用的话来？正我60，以修我容，几经几劫，会此难过。国有危难，吾能再战；吾不能战，亦有来者。七月无衣，与子同袍。当于新时，修个帽，与子同酬。七月无衣，与子同
安静，安静。嘘，别吵，于大着，别吵，别吵，别吵。喂，你好，请问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吗？我们这边有一个中和韶乐祭祀的一个栏目，想邀请您参与奏乐。好吧，好吧，谢谢，谢谢。下一个，下一个。我们这边大概拍3到4台。淑荣姐，你看，行，你到时候记一下。帽子不错，约工到时候就用这一套。啊于编导，这是你要的资料。谢谢。于编导，您辛苦了，我给您加点咖啡。谢谢。拿去复印10份。好。这是4个不同的音乐厅，这是它的内景，是一个黑匣子，特别是这个景啊，大厅在下午的时候阳光直射30度，非常漂亮那个景。金鸡湖音乐厅，维也纳金色乐团常来演出。最后一个无锡大剧院，这是比较中国风的感觉。我觉得第一个定中间吧，那样采光会比较好看吧，对不对？你这造型怎么样？行，好 ，OK， 就这个啊，好，就这么说定了，好嘞。OK， 大家辛苦了，今天就到这儿。我请大家吃饭。我请，请客还抢啊？干脆这样，顾总您请吃晚饭，著名主持人您请吃宵夜。可。导演怎么办呢？我请吃早餐。啊，行。哎呀，我们是年轻人，您得请顿大餐。阿旭，你张嘴啊！我有那么老吗？啊，你这殿下说著名主持人吗？我错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行了，行了，收拾一下，吃饭去吧。走。好，走，收拾，收工。收了。出什么事儿了？刚得到消息，《飞物语》也要拍中国韶乐。他们不是在拍民俗吗？怎么突然对雅乐感兴趣了？中和韶乐本来就是宫廷雅乐，他们赴约年俗时说要在皇宫里演奏，理由都光明正大。而且不只是这样，咱们昨天刚刚联系的嘉德乐团，今天也把咱们婉拒了。啊，他们连乐队都抢，这就是竞争。我们昨天联系乐队定场地的时候，风声早就传出去了。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不如咱们换个主题吧。之前我联系过主持修复宣德路复原的大师，我再给他打个电话。我同意。你们这么没信心吗？小雨，这个 Mark 打造过6档国民节目，最长的真人秀做了10季，他是我们目前为止遇到过最强劲的对手。如果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如就避其锋芒。而且我觉得宣德路复原也不错呀，拍我们擅长的小剧场，观众也喜欢看。我不喜欢退而求其次。我已经决定了。马上来公司。
鱼菜嫂，马上给我过来！进。昨天晚上你干嘛去了？完了，完了。麦克金医院你会不知道？哦，一个自大狂晚期患者，精神病医院愿意收容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了？你们俩不会怀疑是我做的吧？对，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你。顾时用，你能不能冷静点？你不要再替他辩解了。在一起工作这么久，我不相信你没有看出来，根本不是个正常人。你说什么？顾时用，你说够了没？你刚才说谁不正常？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谁下的定义？你吗？顾时用，我希望你马上向他道歉。对不起，今天早上房间给我打电话，杨艳要报警，话里话外的意思，这件事情跟你有关，所以在接受调查之前，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只有你跟我说实话，我才能帮到你。啊？麦克真的进医院了。是。那我可以拍周和韶月了，是不是？可以拍了，可以拍了，可以拍了！宁宁、云云、莹莹、蓉蓉、瑶瑶，快来，快来，可以照常拍摄了。于站长，你想死吗？快来，快来，不要赖床！这么高兴，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中彩票了。至少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他确实与此事无关，是件好事。我马上给律师打电话，避免后续的麻烦。曹教授写是吧？是的，那一会儿就给你拍了。怎么样？这边差不多了吧？都准备好了。行，走吧。现在调整一下妆容跟礼仪就可以拍了。行，你今天记得克制点，时间给我定位点。木导，哎，上班差不多了，那准备开始了，都到上去了。好，我去看一下汪姐准备怎么样。好好。汪姐，哎，待会儿没问题吧？没有什么问题啊。等一下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深藏不露的一面。怎么样？那边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
陶教授他在教那些大师们祭拜的一些礼仪。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抱圆，深深一揖。对，就是这样。这个千万不能出错啊，出错就献丑了。妆容也该修了，嗯，很快就能拍。不会下雨吧？应该不会吧？三、2、1，开始。乐起！礼，繁体为礼，而礼正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礼记乐记》中也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与乐被儒家上升到关系着天地秩序与人伦和睦的重要地位。随着后世礼乐文化精神内涵的不断拓展，它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历史学者钱穆先生所言，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最新一期的传承节目用一种全新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礼乐文化，现场复原古代祭祀的过程，引入西方乐器，同我们的中华古典乐器同台竞技。还有我们的汪主持竟然穿着明代宫廷服饰跳起了鬼畜舞，似乎是向近段时间网络非议展开的一次还击哦。太大了吧？哎，这是不是热搜上的？这那个视频我刚刷到。王希宁，好鬼畜啊！叫你做我妈妈是我市的股东主持人。你们终于是把我们传承电脑给逼疯了。这是最热闹的地方。我今年跳车比较不好。好搞笑。这是一种吸引年轻观众的方式吧？能引起讨论就是好嘛。还是我大中国的古典乐器更动人，怎么没有我唢呐呢？差评。不得不说，这文化节目太拼了。鬼畜舞丑绝了，看我给你们编一个。于在早呢？啊，吓死我了！小鱼在外面忙呢，怎么啦？淑荣，你说什么鸟飞得最高啊？什么鸟飞得最高？哦，黑白兀鹫，听说能飞上上万米的高空呢。怎么了？你不觉得就是于在早吗？天天在外面瞎扑腾，敢和飞机先并肩了。这个文件挺重要的，等他回来之后一定盯住他看啊。好嘞。哎，还给我了，我看看。真的没什么了。难得你画的这么细致，可惜我们不拍影视剧，你没什么实践的机会。于编导，于编导，于编导，有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谢谢，不客气。哎，小鱼，回来的正好。你看看，多拍拍小剧场吧，不要浪费蓉蓉的才华。知道了，莹莹。不要叫我莹莹。好的，佳佳。谁说非要拍电视剧才能实践呢？干嘛？不是，别拿我宝贝机器。小鱼，你要干嘛？镜头朝这边。干嘛？我不行。美妆直播你可以。我来吧，蓉蓉，就画你本子上那个唐代的妆，先试录一下。哎，好嘞。镜头稍微紧一点。紧点啊。我先给他卸个妆。哎，现在准备好了？嗯，好。不用紧张，就当这个镜头不存在。来，3、2、1。画好了。我美吗？
袁明道，我挺同情你的。蓉蓉，咱商量个事儿啊，以后咱别做什么美妆直播了，不然观众一看见都以为进了恐怖直播呢，能把人家给吓。哎，什么恐怖直播间？其实看着也挺喜庆的。谢谢啊。哎，视频室怎么样了？已经弄好了。嗯。穆导，穆导，这是唐代九云复原妆。哦，这个审美好，特别好。在哪里？就在剪接房呢。好，你们继续。继续，赶紧把妆卸了，简直就是个女鬼。我烦人呢。一会儿把这些素材交给宣传部的同事，让他们找个团队好好推一推，对节目也会好。推什么啊？总感觉少点什么。背景有点简陋，缺乏包装，他也不怎么爱说话。不过还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正式运营之前全部可以解决。不行的，我不行，我想都没想过，我真不行。充分的宣传加上营销，再加上你的技术，假以时日，你一定可以成为当红的美妆博主。不仅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公司。放心吧，一切交给我了。到底少什么呢？总之，先试试看吧。中国的历代医院中，出现了很多美容养生的医方。杜琼的工作室就是专门从事古方妆品复原的，他做这一行已经8年了。益母草，一名火坎草，茎生如麻，而叶插小，开紫花。端午间采晒烧灰，用稠米引馊团如鹅卵大，熟炭火断1伏时，火勿令焰焰，极黑，取出捣碎，再馊炼2次。每10两，别断石膏2两，滑石、棒粉各1两，腌制1钱，共研为粉，同咳舍1枚，入其收制。这样制作的玉女桃花粉，有祛风刺、滑肌肉、消斑点、助滋容的奇效。杜老师，这个就是武则天最喜爱的玉女桃花粉吗？是的。我能闻一下吗？谢谢。这里没有桃花的味道啊。它是以益母草灰为主料所调配的，名为玉女桃花。说的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些贵族女子长期使用它来调理肌肤，使其莹润洁白，面如桃花一般娇艳。现在有很多化学妆品，号称是可以让肌肤洁白无瑕，实际上都是以遮盖为目的，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内外兼修，养颜护肤，这才是我们做传统妆品的特色。呀，我怎么早没想到呢？小鱼，你之前不是说我的妆容少了些什么吗？这中国古典妆容怎么能用现代的化妆品去复原呢？应该用纯天然的古典妆粉啊。因为过去我们是采用纯天然的植物染色，所以在色彩搭配上低调又和谐。你们看，就算是红绿撞色，也能给人古朴典雅的感觉。呀，还有这个粉红色，香妃色，海棠红。对对对，
明明我们在色彩的划分上更细腻，也更雅致，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妆容应该和服饰一起配合，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啊。杜老师，您的这些化妆品跟他们比起来如何？小鱼，杜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千万别介意啊。顾老师。顾老师，我带你来是寻找灵感，不是来踢馆的，不许主动挑衅。人生处处竞技场，让古代妆品跟现代化妆品 PK 一下，故事不就来了吗？好嘛好嘛，不比就不比，你别生气，而且更色。莹莹，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这样叫我。开工啦！出来盯一下画面，行吗？可以吗？怎么着可以的。咱们抓紧时间啊，这个位置差不多。那个小王往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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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往左调一下。往左，我再看一下。这边好，行，哎，再过来点来。于在的不是应该在这个组吗？他人呢？他是有更重要的事，把这组丢给我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听他的了？光线再调一下。那我能怎么办？抓他打一顿。哎，好主意。打不过。袁编导，说雷过来一下。你们先聊。这可以。怎么了，孙导？哎，副总，我先过去调一下啊。那总可以吗？然后到时候呢，我们分5步来画。双方吗？可以，没问题。好，这个到时候交给双方。对，现在还没开始画，对，还没有，现在是比较眉毛也多了，然后两个眉妆、眉毛都会比较细的。盛唐桃花妆，时人最爱的桃花妆，描出弯曲如月的柳叶眉。眉形比早期略宽，眉尾两端较尖，带色偏重，又称雀月眉。唐人唇妆花样繁多，仅《宋人清异录》便记载16种之多，张扬艳丽，可见一斑。温庭筠的《菩萨蛮》有句“铺蕊天黄紫，荷花满翠环”，一个“荷”字，道出当时花店使用的一种特殊荷胶，只需轻喝一口气，便可贴牢面花。桃花妆比飞霞妆的胭脂更浓，成妆效果也更为从容华美。宋代泪妆，这种面妆以白妆为基础，妆粉湿涂较薄，但在眼角点抹白粉，如泪水充盈欲滴的样式，显得哀愁悲情。泪妆在唐5代便已经出现，宋代女性在祭扫时常做此妆，也可以作为平时的淡雅装扮。明代薄妆，明代妆容的整体风气延续宋代汉族传统，以浅淡清雅为美，少有浓烈奇异的妆面。有些中老年命妇甚至接近素颜，类似现在的裸妆。女子所画眉形大多纤细弯曲，只是有一些长短深浅之类的变化，虽不免单调，却特别能够衬托出女性的柔美与妩媚。唇形依然以小为美，或仅涂下唇，或比圆唇略小。明代上层女性相比宋代，脸上更为素净，
表情一般恭谨。清代素装，清朝满族在入关之初一直保持着非常质朴的民风。清朝前期的满族女子追求的是一种健康开阔的美，在妆容上总体来讲都极其清淡，几乎是素面朝天的形象，非常务实且质朴。清中期乾隆朝，由于皇帝在艺术品味上追求广收博取、海纳百川，活泼了很多。满族后妃的唇妆出现了地盖天的款式，眉形则大多较为平顺，胭脂非常克制，眼妆基本不画。好，卡，收工。前期以复原古典妆发为主题投放的短视频非常受欢迎，蓉蓉叔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颇具热度的美妆达人。好，谢谢大家。下一步呢，我们打算将美妆短视频与品牌深度结合。欢迎。好。来，样品送来了，给大家发一下。谢谢，不客气。谢谢。你自己有，别总看别人的。我知道，我就看看。顾总，我觉得文创不是这么做的。文创也是一种商品，不管是制造趣味性还是情怀，深挖历史内涵，或者是捧你做网红，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出售。你不要对它有太多期待，这不现实。我觉得哈，这个应该是个胭脂吧。你说一个普通的腮红被包装成一个瓷盒子，然后上面裹着一个印有仕女图的缎带，这个东西，如果摆在商场里，我是不会买的。你们呢？我这里有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要真能做成那样也行啊。为什么我们的技术进步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却越来越粗糙呢？是因为我们不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它，光靠营销情怀，我们又能走多远呢？如果文创不走心，那做出来的东西和励志的纪念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我知道杜老师是很用心的去做了复原的，能不能请设计师也重新设计呢？有道理，我觉得。世荣，我觉得以后表达自己的观点，你可以大胆一点，放开一点，没人说什么呀，都在探讨，没关系，大胆一点说。顾总，对不起，是我多话了。那个顾总，研发团队把产品送过来也是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既然我们觉得不满意，可以让他们拿去修改。设计这行吧，需要靠天分，如果没有天分，改100遍也不过如此。既然我们是合作的产品，当然希望找对人。我会让他们换掉设计师。淑荣，你的建议很好。谢谢顾总，谢谢穆导。于编导，这什么啊？哎，这个是怎么念？呦，啊，
哦，这个要搞时装秀啊！这是一家国内主打中国风的时装秀，时装品牌，对不对？对，这是我的最新拍摄计划。向飞，他还没成名前，我们就是好朋友了。真没想到他居然这几年变成了亚洲最有名的高定服装设计师。其实我之前呢就去找过他谈过合作的意向，但是他说抱歉，你来晚了，我马上就要成为《非遗物语》的冠名商了。那这种情况下，你还建议我去找他吗？我认为 ，BO 最终会成为我们的广告商。人家都要签约了，你这么敢想啊？大家同意吗？我站小鱼，傅毅，双手赞同。我站王心凌，我站荣叔，实现不了扣你1个月的奖金。收到。这么快就推出一个网红化妆师，还成功把他送到这儿来，你真费心思啦。我很忙的，想找人斗嘴别找我。怎么我寄给你的资料你还没看吗？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可没那么下作。是有人递资料给节目组，我把他拦下来了。你可要认真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那我得罪的人可多了，10天10夜都数不完。现在人人都夸奖你天马行空、创意不断，可是，一旦知道事实，他们会说：“于再早啊，那可是个状况百出的人，即使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用的，而且还很有可能影响到陶唐投入大量心血的作品。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请你主动离开吧。做完这期节目再说，工作期间不要来打扰我。”哎，你们俩认识啊？菲菲姐，菲菲姐，于小姐可是顾总的得力干将，没想到她舍得让于小姐来这边帮忙。菲菲姐，您魅力可真大。西宁太热心了，他知道这次秀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非要把整个团队借给我，正好我也缺人。哎，那个叫舒人小丫头还挺不错的，你们好好合作。嗯。你们俩刚才聊什么呢？我们在聊菲菲姐为什么都是外籍模特。欧式的面孔配上中式的礼服，你不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吗？不伦不类。就你的工作态度，我有时候真的挺欣赏的。Nothing's good. You need that? Okay. Yeah.
Okay, let's fix it. Let's. Come around. Ready? 你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尺寸好像要调整一下，你看。 Little bit closer. Good, right there. 大家吃宵夜来了，都是好吃的。王姐，谁吃谁过来拿啊！好的。看什么呢？在看向飞啊。他的高定呢，这几年确实是有一些一线明星红毯和活动的首选，但是呢，也有些人说的很难听，说他不过呢就是一个晚会裁缝。加上你们也知道，他那个人太有个性了，得罪了不少人。 直到去年在巴黎时装周上大放异彩，品牌得到了注资，所以才得到了国内的认可。原来他惯用外籍模特，不仅仅是为了欧美市场，还有一些难以解开的心结。但是在苏州办秀有中国模特，那不是理所当然吗？中国风的服装加上外模那种高挑、凹凸有致的身材，其实想一想就觉得画面非常有冲击力。 而且我觉得东西方文化的这种碰撞呢，非常符合时下审美的主流。不过你刚刚说，别人可能会说你狭隘，说你不够包容、不够开放。纯粹到极致才是美，只有中国女性才能穿出古典华服的含蓄跟文雅，这种美是纯东方的，世上无可取代。就像我不会厚着脸皮说我穿比基尼美到世界第一，是不是？做人还是要诚实点。 为了正确而正确，那是绝对的愚蠢。我觉得我们现在首要任务不是想模特的事儿，而是想怎么把那个非遗物语给踢出局。这不是正在准备吗？先吃点东西吧。来，你看这拍的都是什么呀？汪姐买的什么呀？这是。不累。